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中国热评节目，我是和平。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个星期，中国肺炎疫情持续恶化，在官方统一发布的确诊和死亡病例大幅增加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当前，中国的医药物资短缺、堵路封城、抢购口罩、严防截堵武汉人，俨然成了岁月静好背后更为惊人的社会现实。春节假期即将结束，客运瘫痪，商业停滞。2020年中国肺炎疫情究竟会带来何种经济损失，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冲击？而在李克强亲临武汉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突然宣布，自己一直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对抗疫情。那么，这场殃及全国乃至世界的公共危机，究竟谁来负责？是这位人民领袖，还是武汉市长？是最初造谣的8位网民，还是共产党特色的维稳机制？这次节目，我们就邀请人权组织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坚立先生，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师周孝正先生，与您探讨一下这些话题。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以及我们在 Facebook、脸书、推特和 YouTube 上建立的专门频道观看节目，并且发表您的看法。那么，欢迎两位嘉宾。主持人好，周老师好。谢谢，大家好，谢谢。杨坚立先生，就最新的一个热点事件啊，那么您是怎么看待世界卫生组织啊这样的一个有关中国疫情的决定对于中国目前的影响呢？好，昨天呢，世界卫生组织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呢，中国的现在的疫情是国际关注的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其实呢。这个在上个礼拜，也是礼拜4，1月23号的时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开了类似的会议。当时大家实际上都期待的，他可能要做同样的决定，对，但是没有。这个决定实际上，昨天的决定实际上是一个晚的决定，是延误了最佳的国际这个防疫的这么一个时机。如果说中国政府延误了在中国境内防疫这次这个肺炎病毒的这个最佳时机的话，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是延误了在世界范围内防疫的这么最佳时机，说世界卫生组织要为此负责任。那么在这个整个决策过程中，我们发现世界卫生组织和它以前一样过度的政治化。以前我这个把这个台湾这个拒如门外，这个连观察员都不能做，这个是非常政治化的一个决定。因为2300万的人的身体健康，它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的问题。你把台湾给这个拒之门外，这个是非常政治化，而政治化的压力自然是来自于北京。那这次的政治化是什么呢？是为北京的国际形象，这个维护北京的国际形象。维护习近平的形象，他在前不久刚去北京，去北京见习近平的时候，讲了很多的话。有人说是新华社给这个编造的，我认为编造夸大的可能性有，但是我相信这个秘书长叫谭德赛，在那儿是极尽八忌之态。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次。就是在昨天的记者会上，习近平不在场的时候，他居然说，我们这次不是针对中国，我们不是对中国的一个非信任票，而且2次的强调这个意思，而且说不建议，甚至有人翻译成说反对国际上撤侨，这还在极尽八忌之态为中国的这个国际形象在服务，这就是它的过度政治化，这就是我们今天不能不讲的另外一个病毒。中国我们说武汉肺炎病毒，另外一个病毒就是中共病毒。中共病毒就是中共的专制体制用它特殊的办法对世界进行渗透、影响。所谓的什么人类共同体，最好你不要跟它共同体，你跟它共同体，你怎么去防御它？这个共同体带来什么？就像我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来讲，它对国际组织的渗透通过3个办法。第一个，
就是增加他自己的这个经费的这个投入。那么在世界卫生组织，他现在是排第3位经费的这个贡献，这是正面施加影响力。第二就是腐败他们的官员，腐化他们的官员。这种例子太多了，像以前的那个奥委会的萨马兰奇，我们都知道被中国给腐化成什么样。如果哪一天揭露出来，这个谭德赛也是被中国腐化的，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啊。第3个就是通过他所在国施加压力。这个谭德赛呢，他是埃塞比亚以前的这个卫生部长，埃塞比亚的这个国家的态度，可能就决定他的在这个国际组织里对北京的态度。除了这以外，当然北京的渗透不仅仅是在这样的组织中，实际上北京的这种渗透，中共的这种渗透被称为中共病毒。所以今天我们在谈前一个病毒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背后这个后边这个病毒，这个病毒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更加严重，是吧？世界范围内必须对它进行这个防疫。好的。那么周孝正先生，刚才杨建立先生呢提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啊对于国际组织，尤其是这一次世界卫生组织的一种国际影响力啊。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您认为啊，世界卫生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啊，是不是也从侧面反映了目前中国的这种疫情啊到底有多么严重呢？从我作为人民大学的一个退休的教师，我们人民大学的大门口有一句话，或者叫校训：实事求是。实际上问题呢没那么复杂，就是实事求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就不实事求是，他现在是亡国，他要定一尊，他就甚至要恢复到为皇帝，啊，所以去年还是前年啊，非法修宪就说明这问题了。第二个呢，世界卫生组织它就名不副实，它是世界卫生组织吗？那我们中国有2350万台湾人口，为什么不加入？为什么没有？这都是荒唐的事儿，是吧？什么事儿你都超政治化，关键是你那政治化就不对。政治什么意思啊？政治助人之事，或者就是全体人民的福祉，或者是原来我们叫3个代表，你代表的是最高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健康当然是根本利益了。那你为什么不代表2350万台湾人民啊？世界卫生组织就是名不副实，对不对？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必须得进行改革，对不对？这吧？你是世界卫生组织，你为什么差这么一大块人呢？是吧？那么这个我们中国叫过度政治化。建立说的好啊，它过度政治化，它什么它都是政治。那你说你发现一个所谓病毒，发现一个传染病，你不是说他这2天新闻都说了吗？人家这个武汉有8个医护人员，人家在这个自己的这个所谓社交圈里面说这事儿，他当然所谓造谣，是吧？你想都到什么程度了？所以我就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破解这个问题，就是4个字：实事求是。就是求真务实。就是名要副实。从我们这国，是吧？我们是人民共和国，是共和国吗？对不对？你现在定一尊，你不是皇上吗？你不是天子吗？对不对？你们想想这个事儿啊，特别是这个传染病，你瞒什么呀？在17年以前，我在北京经历了这个所谓 SARS， 就是非典。当时呢，我们有一本书，就这本书，就叫做这个 SARS 警示录，对吧？我们10几个人一块儿开过若干次会，我们编的这本书，当时就表扬也表扬我们。现在你看吗？现在我前些日子我到网上搜这书没有了。这就是还是这事儿吗？你只要实事求是，是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我们这个问题，那就是瞒和骗啊。瞒不告诉骗告诉是假的，用学术语言就叫信息不对称。是这样。周孝正先生，我也正想请问呢。那么，针对目前国际卫生组织也在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疫情啊，我们知道，仅仅是武汉一个地区呢，那么就涉及到了几千万人口的这样的一个封闭隔离的政策呀。那这也在历史上呢是非常罕见的一个举动。您是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在这样的一次？刚才您强调了信息不透明信息的发布过程，包括目前当地政府对于医疗救护工作方面，您是怎么看的？到现在它也不透明啊，
所以说公开、公正、公平嘛，叫做好事不被人，被人无好事嘛，是吧？世界卫生组织它应该叫世界政治组织，它怎么是卫生组织呢？它卫生组织你跟它政治掺和这么大干嘛呀？你有了这种问题，你得搞专业人士。现在我们找的是政治专业人士，也就是说政治家。他政治家他自然有他的价值，但是你政治家你乱掺和什么？你乱掺和，你懂得这病毒吗？你懂这个病吗？你得想想，对不对？初中还没毕业呢，到现在乱掺和。所以我就说17年以前，我们的这个 SARS， 当时主管的人就是吴仪副总理，吴仪这人素质相当的高，是25个政治局委员中唯一的一个女性政治局委员，人家大学毕业，我跟他见过几次。你怎么也得有一明白人，有一个有基础知识的人来负责这件事儿，是吧？那你初中还没毕业呢，张口就是错别字儿，你瞎掺和什么呢？你瞎掺和，对不对？你找同志们啊，你有同志们，同志们里有啊，你像吴仪这种好同志，是不是？这问题就在这儿呢，完了你就掩盖，掩盖不成了，你就开始这个冒进，所以叫一左一右。好的。这问题就是人祸，是吧？就是邓小平那句话，中国社会的总病根儿就是权力过分的集中，又得不到有效制约。他不就是这集权吗？因为我们一再的讲嘛，什么叫人呢？人就是介乎于天使和魔鬼之间的两足动物。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当时我记得胡锦涛当这个主席的时候就有2个务必嘛，务必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那么现在我们这头既不谦虚也不谨慎，又骄又躁，对不对？这问题就在这儿呢。所以我们当时这个书意思就是说，治这个现在解决非典的，不是就解决武汉这个新型病毒的问题，它不是科学技术问题啊，它也不是什么有一个特效药的问题，它不是这个问题，它就是实事求是的问题。好的，那么杨洁篪先生也正好刚才周孝正先生提到了中国的一些政治方面的这种政策的主导，我也想到了，就是中国民间也一直在讨论到底民主自由啊，到底能不能当饭吃？我们看到呢，目前啊这样的一种中国官方的这种封城堵路啊，那么在没有正规的这种政府的生活物资、医疗救助配备的情况下，是否会演发成一种应该说已经是在演发一种人道危机，是吗？好，首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民主能不能当饭吃？很多反民主的人就拿这句话来堵我们的嘴，说你们老天天的谈民主，民主能当饭吃吗？那我的回应是，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是没有民主，这个独裁者给你屎你也得当饭吃啊，这第一。第二个你问这个和这个相关的一句话，就是说有人说这个说话能让人死人吗？让人说话嘛，这是我们要强调言论自由的人这么讲的。那现在有另外一句话，不让说话就会死很多人，这就是现实版，就放在我们面前。在1998年，有一个经济学家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名字叫 Sun， 他是哈佛的大学的教授，他有一个主要的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结论，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都发生在独裁的体制之下。也许这个灾难的始发点不是这个独裁体制，但这独裁体制的确是把人祸加进去，扩大了它的一个灾难。他用了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3年的大饥荒。这98年获奖以后，实际上应该得到中国人的一个关注，但是呢，中国人没有充分的关注他的理论，因为那时候中国正在起飞，经济迅速的发展，就觉得哎呀，独裁能办大事啊，经济发展很快，就忽略他的理论。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他的理论非常非常的对。那么在独裁体制下，哪怕就是在过去的30年的迅速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人欠了一笔账，这个账呢叫环境账。你看 SARS 啊，什么这个猪瘟呢，去年的猪瘟，今年的这个肺炎的病毒和这个污染有很大的关系，土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中国要还这个账。这个账怎么欠的呢？
就是在独裁体制下欠的。当这个欠的这个账爆发出危机，这个灾难怎么扩大呢？又是一个独裁的体制扩大的。从这边来讲的话，我们说民主是多么的可贵，多么的需要。现在在中国，最发达、最有效的体制是什么呢？是维稳体制，就是让你闭嘴，不让你说任何不同的话，而且不有任何的异议，然后不能让你有任何的抗议，不能喊出任何的冤情，这么一个体制非常有效。果断的措施，封了8个医生的嘴，多么果断呢？非常有效。但是，当 SARS 发生以后，刚才周老师讲了，很多的人都在反思。像周老师他们出了一本叫 SARS。这个警示录，就是说要告诉这个政府要建立一个公共管理应急的一个好的系统来处理这些事情，包括信息的公开等等这些。但是17年以后，你发现没有任何进步，所进步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维稳体制，就是定义一尊。在春节期间这2天，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是各省都在叫挖沟、建墙，这个什么建土围子。市里也建，县里也建，村里也建，整个这么强大的国家分崩离析，在几天之内，你就看着共产党的这个假的强大、假的那种统一，一下子这个形象坍塌。这几天内呢，没有任何官员负责，没有一个官员到村里去说你不能够挖沟啊，你到这个省和省之间，尤其和湖北省之间，你不能挖沟啊，没有人去管。为什么没人去管呢？定义一尊，所有东西都得皇帝说了算，所以这个体制是最坏的体制。遇到这么重的灾难的时候，你的英明就受到了检验，你的伟光正就受到检验，你的伟大的领袖去哪了？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去哪里了？这次都得到了一个检验。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应该说是春节的假期啊，马上就要过去。那么大批的工人啊、学生啊，是否要返校，是否要回去上班？我们看到今天呢，那么北京市宣布了呢，再一次呢延长这个春节之后的上班日期到2月9号、2月10号。您感觉啊，就是如果这种疫情状况，虽然现在我们没有一个特效看到一种可控的一个程度啊，如果这种疫情继续延续的话呢，对于中国社会啊，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呢？我觉得影响非常大，因为在接近春节，中国政府准备公开这个信息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是失控了，已经现有的办法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疫情。到这个疫情呢，根据这个专家的这个专业这个知识说，在温度提升上来以后，也就是到了4、5月份，慢慢的会这个高峰过了，会慢慢消失。现在在中国基本上就是个自生自灭的过程。自生自灭的过程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一个景象？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和老百姓那时候从这个惊恐中出来以后所暴露出的那个数字差别太大了。老百姓要问责，要抗议，要求抚恤。那么，这个定义一尊的制度，党内要反思。在一个经济上，这个负增长，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那么，这个我就说，这次的这个疫情会带来2个急剧负增长，一个就是经济上负增长，再加上习近平威望的负增长。我希望，包括共产党内有良心的要问责。这个灾难是由这个体制，而且是最坏的这个专制体制，也就是定义一尊的专制体制所放大的，这个必须是要反思、要问责。好的，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周孝正先生的看法。周孝正先生应该说，在这一次疫情人口隔离当中呢，我们也注意到了有这种医务人员的尽职敬业啊，但是也有呢对于武汉人的不公正的驱赶啊，对于感染者的这种无理封门啊，更有这种大批民众呢口罩难求的这种无助。您认为呢？这样的一种灾难式的公共危机啊，对于中国社会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就是说，从根儿上来讲啊，他就错。刚才我就讲，邓小平讲总病根儿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有效制约，这就是总病根儿。他这次武汉，它是一个病毒的一个病啊，就是一个传染病啊。但是他在他的背后，当然就是小平说那句总病根儿嘛。很多人到现在没有认识到，反着来。你比如我在微信上我就看见，说这举国体制多好啊，几百台挖掘机，几天之内弄一医院，你就是到现在还有这种错误的认识，
啊。所以我在前2天我就讲过一次，就是我原来在中央党校讲课，有一次我记得挺清楚，我讲2个钟头，完了下边呢就有一个这个干部，也是一个学者，当然是部级干部，啊，他在中央党讲，我就坐后头听，他讲的也挺好，他岁数比我大，级别当然比我高，我没有什么级别，我就是一个普通老师，他讲了3个，绝不要低估。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他就讲，他说绝不要低估干部的共产党干部的贪腐程度。后来过了几天，你一看，好家伙，啊，这个贪腐的干部，光说出来的就是或者说抓起来的点名的就得有100万之多，那家伙好逮一个贪官就是多少亿啊。第二个，他说绝不要低估广大老百姓的愚昧程度，因为什么？因为中国这老百姓他信息不对称呢，他什么他也不让你知道啊，天天跟你说，包括这个举国体制好啊，真好，中国太好了，美国不行啊，美国干一条高速铁路，而且他铁干不来呢。你看我们3、5年我们就铁路了，我们拆迁，你在美国你拆人家你试试，在中国说拆就拆，对吧？你知道啊？第3个，他说绝不要低估这些知识分子的堕落程度。他这3句话很刺耳，我们在底下听，当时好多干部，我也坐在后头听了，我一听，这位老干部，思想解放，说实话，啊，对吧？不愧他是一个，老干部。当时好像他已经，我当时可能50多岁，他有可能70多了。所以说中国缺的就是这人，缺的就是能够说实话的，还得冒一定风险的人，也就是说立党为公，啊，缺的是这人，这不是缺什么疫苗，缺什么口罩啊，什么缺病床，那都第2位的，最缺的就是这种人，我们叫民族的脊梁，他敢说实话，而且在那种情况之下，他说这回也一样，所以我就说这次有8个医生，人家说了点实话，给人家施加压力了，当然不见得抓起来，这不是有人说嘛，也没判刑，也没罚钱，你给人施加压力了，你也知道在体制内，你也混得不错，啊，对不对？你由于你说了几句实话，就给你施加压力，现在这个不让你说话的这个事儿越演越烈，大大的倒退。所以我一句话嘛，他不是左派，他也不是右派，他就是反动派。我告诉你，反动，你想想，周孝正先生，现在你禁言，马上你就灭口了。你看现在包括这微信，你们谁不信？你们打开微信看看，随便给你封。周孝正先生，我们也看到这2天啊，网络上呢有这样一个比较舆论集中关注的问题啊，就是大家呢如果回顾一下短短几天之前啊，那么习近平呢在春节团拜会上啊，只字没有提到武汉疫情的问题啊。对于最初疫情的所谓重要指示，新华社发布的重要指示呢，也是要求做好舆论的引导工作，坚定的呢维护大局稳定。但是习近平呢最近宣称呢自己是在一直亲自指挥，一直呢是在亲自部署。您认为啊，谁应该为这今天的局面啊负主要责任呢？当然是习近平了，这还用说吗？这个逻辑问题啊，你权力越大，你的责任就越大。你是一把手，这国家干好了，你的责任、你的功劳第一，你就功劳。这国家出了大事了，第一的责任当然就是一把手啊，这还用问吗？只要你有正常思维，这就是一个结论。所以我们一再说嘛，但是习近平的问题呢，他不完全是他自个儿的问题，他比我小5岁，小6岁，我高3，他初1或者是6年级，我们都赶上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学校不办了，我全在红农村去了，对不对？我是到了黑龙江北大荒，他是到了河北的农村，还是山西还是哪，对不对？他也到农村了。我插队，我在农村务农将近8年，他好像是6、7年，对不对？说是这，我一再说你不能怪他呀，我们都是一代人呢，我们都叫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不对？所以我们非常理解他呀。所以你过多指责他个人有什么意思啊？你得看他有这个背景。所以我在我在前几个月我就在跟那个明镜电视台做节目，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我愿意给他补课。他的基础知识有严重漏洞，你想想，比如说关于医学的知识，关于这公共卫生的知识，
他哪有啊？但是他得补上，因为你权力太大了，因为你是一把手啊。所以我就说我们这些人，包括像杨建立，杨建立也是个博士，而且杨建立俩博士，人家是吧？那么这些这个有知识的人应该给他讲一讲嘛。对，我们要与人为善，我们要批评他，我们当然要批评他了，他自己也要批评自己。所以我们的一个我们有几个那个所谓的老朋友在北京就跟我通话就说嘛，说在古代，如果你是天子，那么天子如果出事了，比如有灾、有大灾等等，那么这个天子皇上他要下罪己诏，这个罪己诏呢，当然是一个老词儿，用咱们现在词儿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所以说习近平同志他是共产党员，他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他当然要自我批评了，对不对？毛泽东我这个58、59他60他折腾饿死好多人，他不是在北京开过7千人大会吗？据说毛泽东站起来，向大伙儿是敬礼啊，还是怎么样啊？就是希望大伙儿能原谅他，他也做了个表态呀。所以说你习近平，你与时俱进呢，你也得表态。比如说今年3月有可能开人民代表大会，那么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你习近平就要做检讨，对不对？君子坦荡荡吗？是不是？人家毛泽东还做检讨呢，你们想想，你做反思检讨，是吧？你不要继续的犯错误，人是唯一可以犯错误的动物，这个叫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你犯了错误，你就得检讨啊，你得改进呢。就到现在，你还在封这个舆论，封这个信息，你不像话了。你再封就出大事了。所以有人说，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候选人就讲说，民主能不能当饭吃？这叫废话，民主不能当饭吃，什么当饭吃？太荒唐了！你连这知识你都不知道。我一再说，人他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嘛，他人就会犯错误嘛。民主的意思就是可以修正错误，甚至于可以百家争鸣，叫兼听则明。你不是说原来我们就不知道这病毒摄氏56度，基本就灭活了。所以现在有人就提出来，好像我昨天看见的有一个专家提出一种见解，说口罩是第2位的，第1位是洗澡，让大家回家洗热水澡，等着，别折腾，哪儿也别去，在家里等着，完了之后熬到了所谓的这个季节，变成了春夏季节了，到了夏季了，它病毒就没了，是不是？这就是一个17年以前的一个证明这么一东西。好的，杨建立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既然是一人一直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能不能为现在的局面负责呢？首先呢，就是说，他要负责任是肯定的。他的负责任不仅仅是为了这一次的疫情怎么防治他的指挥责任、他的部署责任、他领导责任，更重要的就是他当政以后，把中国刚刚开始发育还不强大的公民社会全部给消灭殆尽。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对于这个危机事件，尤其是这么庞大的群体性的危机事件进行处理的时候，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合。首先是政府，然后呢是专业队伍，比如说这次就是医疗方面的专业队伍。第3，公民社会。第4是个人。那公民社会是什么呢？是平时人和人之间，这个在政府以外关心公共事务、处理公共事务的这个民间这个机构和团体，在中国不存在。所以，当人民怪罪中国的老百姓遇到情况开始挖土围子，然后不互相关心的，那我们问你，他怎么关心？如果他今天有爱心，怎么能够把他爱心送到应该需要他的帮助的人的手中？他没有这个中间的机制只有通过政府，政府又是这么糟糕，他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公民社会被习近平给消灭殆尽，他要为此负责的。那另外一个我们注意一个现象是什么呢？这次成立防疫领导小组的当天，没有宣布谁是组长。当时我看这个新闻，我还觉得很奇怪。我说习近平肯定得当这个组长，当了那么多组长，为什么这个组长不当了呢？过了第2天才宣布是李克强，这里边就说明什么？双方都在计算和犹豫。李克强要不要接这个组长？他知道
已经没法控制了，他要不接这个组长，肯定要为此负责。那也许有奇迹，他做出一些这让大家感到威望升高的那么一些事情，那他觉得可能又会引起皇帝的这个忌惮。那么又是对李克强来讲又是机会，又是一种风险，他要不要接？他肯定犹豫。习近平也犹豫，我要不要放权？放权，当然这个不可控制的疫情，可能就要让李克强来负这个责任了。但是如果李克强在做的过程中，这个建立了这个威望怎么办？所以他都两个人，我认为在做政治计算。那么李克强去了武汉，在武汉的表现可以说是一般，乏善可陈。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就这么可怜，国家领导人来了，他就很感激。那李克强的威望在升高，习近平就感到大为不悦，所以才有了一个我一直亲自指挥，我一直亲自部署。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表现出来我的定一尊的这个地位不能被撼动，所以这就能看出他这种心态。什么叫定一一尊？定一一尊就是把14亿人的命悬于一个独裁者的一人之上，这太危险了，就像盲人骑瞎马，比这个还要危险啊！所以呢，所谓的你的英明，所有你的伟大，所有的中国模式，所有的这个共产党的强大，所有的这个国家统一，都在一个小小的病毒面前坍塌了。坍塌了。当然，老百姓受了最大的这个害。但这过后能不能反思，中国能不能进步，实际上是每一个的责任，包括我们这些老百姓，包括共产党内的人，包括国际社会，能不能让中国在这次国难、民苦、灾难之后有一点点进步？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恐怕我觉得中国的灾难也足够多了，还要什么样的灾难呢？让中国进步呢？我非常的这个期待有这样的机会。好的那么周孝正先生，我们知道啊，截至现在为止呢，那么我们没有看到啊有效控制疫情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或者这样的一个阶段啊。那么春节假期过后，如果疫情持续再继续爆发的话，您认为中南海出现这种政治动荡的风险有多大呢？我们不太愿意分析中南海的政治的动向，因为我们不是政治动物。我们都关心政治，比如我肯定关心政治，但是我不过分关心政治。为什么？信息不对称，我不知道他们这个人事什么这个权利怎么调整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那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在这儿瞎猜什么呀？所以我们在海外有一些人就喜欢关心这事儿，分析这个，分析那个，那是政治动物。我不是政治动物，但是我关心政治，我不搞政治，我搞什么？我搞教育，对不对？所以我有这个机会，我就要说是我们在17年以前我们得到一些知识。比如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最重要的一思路，就是人跟这个病毒它是一个共生的关系。特别是我们中医不是对抗的治疗，中医叫辨证施治，叫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所以中医从来不妖魔化微生物，说因为这次这个武汉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有东西，这种东西叫新型的冠状病毒，这种人就不对。那病毒在地球上存在40亿年了，而且还有人们抗病毒还不能像抗生素，它得有抗体。抗体哪来的？有些人他就是可以抗这个病毒，因为大家都是我们历史上死过，比如1半人。那我要问你，死1半人，还有1半怎么就不死啊？所以说这隔离，适当的隔离是对的，但是严格的这种隔离，这就以人维护。这叫不道德，你知道吧？实际上有些人他就比如得了这冠状病毒了吧，他没死，他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他的血里头就有所谓天然的抗体。那你把他这天然的抗体，你给他这个抽一点血完了你再给他注入到健康人身体，他就等于有了疫苗了。比如说你等疫苗，你等这些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头，大概得需要半年甚至1年。像艾滋病的疫苗现在还没出来呢。好的。那能等吗？你等了好多人就死了，你呢要让它天然的这个发挥作用所以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是这个意思啊。谢谢。所以你都给他，有些人，你说我周围比如有些这个带菌的或者带病毒的，对不对？那我可能就有一点儿，那有一点儿不要紧，他没事就激活了我这个种，就是我们家这个种子
这抗体，它就有了。它有了之后呢，我们也可能有了个体，个别个体它死了，有些它是没死啊。那没死之后，它就可以做贡献了，对不对？有那个在17年以前的非典时，有人就说嘛，说如果你得了非典，你没有死，你的那个血液就比那黄金还得贵。为什么？你那血里头带有天然的抗体。像这种思路是你必须得百家争鸣啊。你首先你不能闭嘴啊，对不对？你一个人你能知道多少啊？对不对？咱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每个人的知识都非常有限的，但是呢，你就得集思广益啊。集思广益，那不是就是民主吗？人家说话吗？现在的问题就在这儿了，到今天他还风雨走呢。哎，这个他决定，他觉得这不好，他就不让你说。比如你的微信给你关了，你凭什么你关的你？你有那眼力吗？你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小平那句话，还是强调这句话：中国社会的总病根儿就是权力过分的集中，又得不到有效制约。所以民主当然能当饭吃了，民主当饭吃，民主当水喝，民主当健康，这还用说吗？这个，你还翻过头来说得集权，都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荒唐、荒诞、荒谬、荒芜嘛，这都常识问题。所以为什么我老说，我作为老师，我要给他们补课，补什么课呀？基础知识。好的。除了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还有这政治方面的基础知识，包括社会学的基础知识。好的。那么周孝正先生应该说也确实像普通人一样，那么我们都非常关注是否目前针对这个武汉肺炎有没有抗体疫苗这样的一些现象。我们从中国网络舆论呢披露的消息呢可以了解到呢，一些似乎呢部分已经痊愈的病人呢在最近呢又重新再染病，所以是否能够身体内部产生抗体呢也值得关注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杨建立先生，我想请问，在这位人民领袖的亲自部署之下呀，您对中国春节过后的疫情控制发展是否乐观呢？非常不乐观，因为现在人民对政府不信任，而这个网上发的很多的信息也不可信，现在没有一个可靠的信息源，包括刚才哪种药可以用，哪种这个方式是最好的方式，没有一个可靠的信息源，这个是个最大的问题。所以我对未来这几个月的这个防疫非常的不乐观。好的。那么感谢两位嘉宾的点评，我们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以及我们在 Facebook、脸书、推特和 YouTube 上建立的专门频道，观看自由亚洲电台的其他节目，并且予以转发点赞。中国热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和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